有的时候出差或者出发的很临时，我们一定会忘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完全不担心。我需要一个3脚架，是我明天上午就要用，表哥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在京东买，1个小时以后就可以送到。我就觉得哇塞，太方便了。对，网购的同时买一个保险，甚至可能退货的费用都没有。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Lily 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大家好，我是 Lily。我们已经差不多是23年的好朋友了。对，因为我俩是大学同学。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关于网购和外卖。什么是网购啊？网购就是在网上购物，在网上买东西。对，我特别想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现在我回国，尤其是到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后，我就发现，哇塞，太方便了。就是方便到我想象不到的方便。你离开我们太久了。就是加拿大真的是一个农村。所以我想问你，你最近一次网购或者点外卖是什么时候？我不敢说我每天都网购，但是我网购还是频率很高。我最后一次网购是昨天。对，买的什么？我给我的2个女儿分别买了2双鞋。我一共网购了4双儿童运动鞋。为什么在网上买？第一，很方便，不用去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去商场，去停车，去试穿，这些都不需要。我在网上挑差不多的款式，我认为合适的尺码，我可以每次挑差不多2双，比如，然后留下合适的那一双。对，这个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比如说我在网上买衣服，每次我会选半天说，哎呀，我应该穿L 码还是 M 码，大号还是中号，我应该选这个颜色还是那个颜色，然后我爸妈就说，你就都买嘛，买来试一试，然后不合适的就退掉。我就觉得哇，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中国人现在经常采用的一种网购的习惯。我甚至觉得很多网购的平台和商店，他也希望我们这么做。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常常可能同时买回来好几件或者好几种商品，但是我发现都合适，我都喜欢。我可能还就真的留下了。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发生。我还想这些网上的这些商店卖家，他们不会觉得很烦吗？就是很多人买衣服，但是退回去的又很多，因为不合适，因为不喜欢，都退回去。一定会有退货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相比能够让更多的可能的购买发生，我觉得他们应该可能不太在乎我们是不是退货了或者是换货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在加拿大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在亚马逊，在 Amazon 买的话，也是没有运费，就是你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去让这个东西送到你家。但是如果我要退货的话，其实还挺麻烦的，因为我要先自己找到一个邮局去把这个东西放到那里，然后有的时候还要自己再花运费。所以在国内为什么可以这么方便的退货换货？这个其实在国内我觉得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首先退货换货的这个成本很低，我们只需要花一个退货的费用。甚至可能退货的费用都没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网购的同时买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叫退货险。那你买了这个保险之后，你可能连退货的这个运费你都不需要支付。对，不需要花退货的钱。对，这是第一个，很方便，很便宜。第二个就是我们不需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固定的地方，比如说邮局去把这个货退掉，而是有专门的快递员来上门取件。对，他到你的家里来。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在淘宝这个平台上，你点退货，然后可以约一个时间，对吧？预约一个上门来取货的时间，对，他就取走了。所以快递员我们也常常叫他们快递小哥。对，所以很方便，很方便。像我最近一次网购就是刚才你买了什么？因为我就是明天我要去找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学生拍视频嘛。然后我需要一个三脚架。三脚架，我就发现我没有，但是我明天上午就要用。所以我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嘛。然后我的表哥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在京东买，京东有一个秒送还是什么。所以我就看1个小时以后就可以送到。我就觉得哇塞，太方便了。对，这个真的是太常见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大到一个电子产品，小到一双袜子，甚至一双筷子，你都可以在网上网购。那现在你还会不会有什么时候觉得说你自己还觉得哇也太方便了吧？对，我也会感慨。比如说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出差或者旅行的时候。对，我出差或者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常常觉得要做非常充分的准备，把你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带上。但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这个顾虑，有的时候出差或者出发的很临时，我们一定会忘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完全不担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尤其是这个中型或者大型的城市，完全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我觉得不光是1线、2线大城市，可能到3线、4线，你都很容易买到所有你需要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用品。对，所以你出差旅行的时候就不用说我会不会担心忘了什么东西。对，没有这么多过多的这个担心。我现在就是我回国以后每天都在感慨说哇塞也太方便了吧。比如说那天现在我在北京住在我表哥家嘛，我没带牙刷，然后是晚上10点，我表哥说好，美团闪送就给我买了1支牙刷送到家里。我就觉得哇，连一个牙刷都不用去超市。是的。外卖呢？你现在经常点外卖吗？外卖还好，我经常在网上买菜，买生活用的肉啊、菜呀、蛋啊、奶呀。但是如果是直接吃的这个外卖的这个快餐，我点的不太多。对，现在还有一个我还没习惯的，就是连新鲜的蔬菜、肉、鸡蛋、牛奶都在网上买。对，这个我也不能理解，因为我有跟一个加拿大的朋友聊天，对我们来说去超市逛一逛是一件很好，就是很舒服很放松的事情。因为在加拿大很无聊啊，每天在家，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不知道干嘛，所以说我们去超市逛一逛吧。所以现在你们不会觉得说我想去超市逛一逛放松一下？也会有。小朋友们非常喜欢逛超市。对，他们现在也很难得的能够真的拿着实体的钱去采购。对，因为大家太习惯在网上直接去点去消费，点，不会拿那个现金。对，所以现在小朋友能够拿着现金真正的去购物，他们也很开心。我们也会安排这样的采购的活动。但是日常的真的需要的话，你就是直接在网上。从方便的角度，从快捷的角度来说，
从网上买肯定是最方便的。对，因为我听说有一些上班的白领，他们就很忙嘛，所以下班回家在地铁上就点买菜，或者当然更多的人是点外卖，点很多，就不用做饭了。对，这个也很方便。因为我在加拿大很少点外卖，因为太贵了，真的很贵。对，很贵。我在美国点过一次外卖啊，好贵。就是差不多，因为还要你点了这个菜以后，你还要加那个外卖费，还有小费。对，最后就，然后我回国之后用美团，哇，不但便宜，而且美团它常常给你那个叫什么消费券、优惠券，意思就是你可能本来这个菜15块，他给你一个5块的优惠券，对，就只有10块了。对。南瓜、豆腐、三杯鸡、土豆丝、馒头、西红柿炒鸡蛋，66元，相当于10美元不到啊。因为现在各个网购平台之间也竞争还挺激烈的啊。比如说有哪些平台？有美团、饿了么、京东、淘宝，现在大家都推出各种各样的网购的这种商店。对，以前我会觉得说美团就是点吃的外卖，京东是买家里的大的电器，什么淘宝是买各种各样，但是现在发现就是他们都有这些，所有的服务都有。对，我觉得这个在加拿大，在多伦多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我其实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网购就已经很方便了。但是呢，我疫情之后，2020年到2023年，可能我就没怎么回来。然后疫情过去之后，我再回来，我就觉得哇塞，就好像比以前又方便了很多。是不是疫情之后又变化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直接网购的这种生活方式。对，我感觉是这样的，起码我身边的人是这样的。那是不是说大家就更习惯了不跟人面对面的交流，就直接手机点？可能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可以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不跟人面对面交流，我也可以过得很好。就是我有一个更多元的选择。像对我来说又说到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住在郊区嘛，郊区就是不在城市里，我每天都见不到人所以对我来说，去超市也是一个可以跟人交流的机会。所以回国以后，我就在想，大家是真的那么不喜欢跟人交流吗？还是说，就是工作中已经有太多跟人的交流，回家就不想说话？在我认为，我们去线下采购的这种交流，其实是很浅层的交流。对，你可能只是见到了一个人，简单的表达了你的需求，或者得到了什么基本的回应，对你需求的回应。对，但是你说人们是不是不需要这个交流？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填补你想要交流的这个需求。对，我有2个孩子，然后家里有老公，然后每天跟同事在一起，可能你大量的时间都需要安排你跟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交流。但恰恰我可以认为我通过网购，我能节省出来很多时间跟精力来用在我的家人或者朋友的身上，用在更重要的人身上。我认为是这样。对。那你觉得为什么中国外卖可以这么快这么方便呢？因为其实比如说在加拿大这样的地方，那个人力是很贵的，对吧？如果你要找人给你服务，可能他给你送快递，可能他帮你修一个什么东西，都很贵。但是在中国相反，很便宜。对，人力很多，人很多，很多人愿意做
这样的事情。对，而且我猜可能也是因为，尤其是像人特别多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可能大家都住的特别近。对。可能如果我是外卖小哥，我去一个地方，30分钟我可以送很多很多很多家。对。但是在像加拿大，大家就那个地很大嘛，人又不多，可能30分钟我只能去一家。对对对。所以我猜可能就比较便宜。是这样。那你觉得现在这种生活方式，网购这么方便，外卖这么方便，它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一定会有问题。对。最大的问题就像你刚才担忧的是，大家会不会少了很多沟通和交流？我不再出去见人，一定是会有这样的趋势。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好像更孤独了，不太跟别的人交流。对对。刚才你说，其实你点外卖，点的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不太环保。不太环保。对。环保的意思呢，就是说对环境好。不环保就是对我们的环境不好。对对。你为什么觉得不太环保？因为点外卖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的包装，有盒子、袋子，对，过度包装，甚至，对，这个过度包装真的是，那天我在我表哥家，我们4个人嘛，他的老婆、孩子还有我们点了几个菜。哇，那个送来的外卖袋子，好高级啊！对，它那个是保温的，对，保温就是你那个饭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很长时间，它也不会凉，它还是热的。对，然后那个袋子他们就扔掉了。对，我说哇，这么好的袋子，如果在加拿大可能要2块加币，要买才能买。他们说啊，这外卖很多这种，对，是。我也觉得这个很浪费。所以在我们家，我们遇到了这种包装，我们常常是可以收集起来2次利用。对。但是如果每天都有大量的这样的包装袋产生的话，我认为是有一点不环保。对。你觉得现在你的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跟以前比，有多很多吗？在我们家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不点那种不能再利用的那种快餐类的呀，这类的垃圾。那包装袋其实我们还都是在当成垃圾袋再用一次。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确实很多人经常点外卖的话，那他的垃圾一定是很多。对，其实有很多那种是每天上班的人，可能一天3餐，3顿饭都点外卖，我就觉得，对，这种人不占少数，很多很多，对，不是少数，很多人，尤其是大城市，对吧？又方便，尤其是年轻人。对。那你觉得以后中国这个外卖啊、网购会怎么样？就是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受欢迎？我觉得在中国啊，因为人们真的还很需要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方便的这种网购的方式。对，所以我认为这个需求一直在，起码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存在。所以网购还是会被人们喜欢和接受。但是如果说会不会有改变，那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比如我们用更环保的包装，用可以降解的包装，或者减少包装，那改变人们的一些消费的方式或者习惯，那也有可能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垃圾。对，希望吧。希望是。对，我觉得现在看好像还没有。现在看的话，就是我记得以前包装还比较简单，现在是包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
就像你说的过度包装嘛。但是我知道中国其实现在也非常强调环保，对，说环保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以后大家会慢慢用更环保的一些包装。对，希望。但是现在我是很享受，太方便了，方便。对。好，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对中国的这种生活方式怎么看？在你们的国家，外卖和网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